情緒是冰山上浮出的一角，那是一場不該那麼激烈的爭執。偉偉只是問了老公一句話：你今天下班能不能幫我順路買牛奶？然後他炸了：我一整天忙到現在，還要去買牛奶，你自己不能去，我是不是什麼都要管？偉偉愣在原地，心裡只浮現3個字：你瘋了。但他沒瘋，只是這一天的情緒終於超載，那一刻像冰山撞上了鐵達尼號。大多數的情緒爆發看起來是因為一件小事，但背後其實藏了一整座冰山，而我們常常只看見了浮出水面的一角，就急着反應、反擊，甚至反感。那麼，你有沒有想過，你所看到的情緒，其實不是它的全部？讓我們一起想象這樣一座冰山，水面上只露出一小部分，大概就像生氣、煩躁、焦慮、冷漠。但水面下的部分呢？那些我們看不見的，是長久壓抑的壓力，是童年被忽略的孤單，是不被理解的失落，是被拒絕後的羞辱，是怕說出真心話會被嫌棄的恐懼。這些才是撐起那一瞬間情緒反應的主體。就像一個人在冰山最尖端大喊：你為什麼都不懂我？其實真正想說的是，我怕我永遠都不夠好。情緒只是那聲音的麥克風，但那聲音從哪裡來？往往我們沒往深處看。案例1，老闆拍桌子不是因為你遲到，上班9點一到，你才剛踏進門，老闆就當着全辦公室的面大罵：你什麼態度？還有紀律嗎？你心想，我才晚5分鐘，至於嗎？但你不知道的是，老闆昨天被上頭訓了一整天，壓力爆表。他不是在罵你，他在找一個可以發洩的人。你只是剛好撞上了冰山尖角。案例2，女兒關門甩你，其實在求救。女兒放學回家，一臉臭，問什麼都不回，關門砰的一聲，像世界末日。你氣呼呼地想，現在小孩都這樣沒禮貌。但其實他今天在學校被朋友排擠，被老師點名，又沒考好。他不會說我心很亂，只會用冷漠表現無助，那是他的冰山浮較。案例3，你自己的冰山你自己都沒察覺。你以為自己最近只是容易煩躁，動不動就想吵架、關機、消失，但你沒發現，你其實好久沒有真正休息過，好久沒有人問你，你還好嗎？你以為你是有點情緒，其實你早就在冰山裡淹沒了。為什麼我們看不見冰山？原因1，我們只學會看見行為，沒學過讀情緒深層語言。從小到大，我們習慣說他在生氣，他很情緒化，我就是不爽。但我們很少問他為什麼會生氣，他情緒化的背後是什麼沒被說出口的。我不爽是因為哪一種需求沒被滿足。我們像是在看電影預告片，就以為懂整部電影，但情緒不是預告，它是一層一層的劇情。原因2，我們怕看見自己太脆弱。有些人面對自己的冰山，只敢說我最近有點累，但真實狀況是我有點撐不下去了。我們怕被說你太情緒化，怕別人覺得我們不堅強、不成熟。於是我們學會用怒氣代替脆弱，用冷漠蓋住傷心，用盲目壓住崩潰。久了，
我們甚至連自己都看不到冰山底層，只剩下頂端那根尖刺。情緒真正的轉變，不是壓下來，也不是發出去，而是潛下去。潛下去看，為什麼我會被這句話刺到？為什麼我這麼怕拒絕？為什麼我一遇到衝突就想逃？那可能帶你回到童年時一個被責備的經驗，某段被遺忘的創傷，或一直沒說出口的渴望。你會發現，真正讓你痛的，不是今天這個被踩到的點，而是那個從來沒被療癒的底層冰。別誤會，冰山不是壞東西，情緒不是敵人，它是你的身體與內心在合作，對你發出的訊號燈。生氣可能是界限被侵犯了，難過可能是你失去珍惜的東西，焦慮可能是你感覺掌控正在失去，嫉妒可能是你內心覺得自己不夠好。每一種情緒都在說，請你看看我，我的下面藏着你一直沒看清的自己。當你開始學會這樣對自己說話，我現在很想罵人，可能是我太累了，而不是他真的這麼惹我生氣。我為什麼一聽到批評就不開心？是不是我自己其實也很懷疑自己？他一直跟我抱怨，其實是因為他不懂怎麼說出我很孤單。你就不會被情緒控制，而是開始駕駛你的情緒船艦，穿越冰山海域，真正理解自己與他人。結語，不是每個情緒都要當場反應，但每個情緒都值得被理解。如果你今天聽到一個朋友在罵人，請記得，那可能不是他的真正聲音，是他冰山下的某個故事正在哭泣。如果你今天自己也覺得快炸了，請記得，不是你太敏感，而是你需要的關心、理解與修復還沒被看見。而你現在開始有能力問一句，這情緒是不是冰山上浮的一角？我可以再往下看一點嗎？這就是你給自己最溫柔的覺醒。